反正听其自然嘛，道法自然，对的，最好道法自然，对。那是李宗盛也在那里，那时候就，刘诗他们搞个补习班嘛，那后来才到李宗盛，那就李宗盛，因为他便宜嘛，是吧？他们不晓得访问多少次啊，都记者都问，他很会选老师啊，为什么选老师便宜啊？他们都笑，你笑什么？我就是便宜才去的。这个基本功帮我们这个面对形体的这种趣味差不多敞掉，它是在仿制一个现实的东西，把精神在这个上。说李宗盛讲，造型就不写实，写实就不造型，而且写实两个字他还不能用，他只能用仿实，在模仿真实。其实写实这个字是不通的，这个写字啊，只有中国人可以用的，写意啊，对，还有写真啊，对，写生啊，写实这两个字不能摆在一起，因为写实它是书写，这个真不是一笔就能画起来的，它是要积累起来一层层画的啊，所以它用写跟实跟这个实在的东西这样放在一起是互相，它本身就互相冲突了，对吗？这个我们就不对了，反正就是我们对西方现代艺术啊，你看他们西方的是塞尚以后嘛，就是马蒂斯啊、皮卡索他们就是受这个原始艺术的影响嘛，个人艺术影响啊。那我们不需要，我们需要受民间艺术的影响。其实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原始艺术，这个一定要从小baby 的时候就开始看到、听到，所以我一直你看，我现在的手机里面都发这种中国文化芯片群嘛，芯片啊，就像手机的芯片，对。就小孩他高兴就看，不高兴不要看，没关系，就把这种各种图像啊什么东西，因为我是会发这个嘛，那我们有听京戏啊，听台湾戏，什么戏都可以啊，我们以前这个都有的啊，现在很少了，甚至于没有了。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个小孩生下来，他就直接的这个文化了。这个门神是什么事？不是小时候读对联嘛，好像平常就画在门上嘛。但是我们这种小家小户还没有资格，就是画四字衔接嘛。我这个画的最多了，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，因为它很容易这个表现，可大可小，反正它怎么样搞都可以，很自由的玩的这样子。对，别人没准也是这样，好像一张画2次还是3次，对，你不能想，我也从来没想过这样画，就是我后来回想起来，这种东西你不能去想，想反而搞不起来，对，你要感受它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下一笔要怎么弄嘛，就是这样子嘛，我们就是这个最过瘾嘛，啊，这样子你才这个力量才这样发出来嘛，这样子的，所以才有趣嘛，这就是礼下不整冠嘛，就是说，就是那个中国有那种成语嘛，就是在这个礼数下面，你不要整理这个头发啊，整理这个帽子是吧？你这样搞的话，人家以为你偷去吃这个李子嘛，所以我一看这个呢，我就说好，我来弄些画这样子，把我们传统的一些这种谚语啊，搞一搞，让他们年轻人不要忘记了啊，就是这样。那我这个把它改一下，
礼下郎不整冠，女可搔首。那搔首弄姿嘛，弄姿就好看嘛。那既然你提供了美嘛，你头几个磊子也就算了嘛。我们画画为什么要注重材料呢？你看我这些都是线条啊，但没有宣纸的效果。这线条还是画的还蛮好的，是吧？你要用宣纸这样画是不好搞的，这不搞破了。所以为什么那个宣纸它就那个中国画，它就传统的画呢，它一定要有一个模式。什么？就像写字一样的，钟你要知道钟是这样，花也是这样，这个山是这样，树是灯这样，这个模式一搞了呢，它这个自由度就比较差，那这样子我真的是随便了，就是随心所欲了，随心所欲。不是随知识所欲，这个心很活的，不能说要像这样子，我也要这样子啊，我就是这样子，但是觉得是我的心啊，所以他包容这些，所以他在这里头是很随意，但他不随意到外面去了也不是，所以他这个才好啊，才能画到不错的画呀，不然就画不出来啊。你像我这个啊，这样子，它这个颜色的整体啊，它也厚自然啊，天蓝的、地就红的这样子啊，这样，它这个这样子出来，本来我这么大个人，那后来小一点，好像也不对，后来搞成这么小，感觉这个天地之大舒服看了。所以古人讲。发于天壤，非有苏作。这个要记住，这是古人的方法论。发于天壤，非有苏作，这是很经典的，非常经典的东西。你要不是发于天壤的话，这个东西它就不能到顶。你基本功就是模仿自然。它不是写实，是反实啊。那这个我们呢？我们这种搞造型的，就对这个形象很敏感。这样怎么样才有味道，晓得吧？这个不好讲的，是吧？那就搞这个东西，搞这种我们不同的题材呢，它就会引导你、刺激你搞不同的那种。用法，粗细啊，还是什么颜色，还是什么东西？它这个东西引导你这样子弄，你还是会有影响的啊。他的兴趣在这里嘛。我们是画画的嘛，这个画本身它要领着你去搞嘛，所以你一定要用心。但是你要先有心啊，你没有心你怎么用？用不到啊。那这个心怎么有呢？就是从小让他看到、听到、摸到、吃到，整个这种文化的这种资源呢，让他他就有心了。对。